如果你想找一个便宜点的游乐项目，那就带着孩子去底特律玩巨型滑梯吧，仅需要$1。当然，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也带他去吧，就当做是一种惩罚。这是演员拉莫恩·莫里斯曾经开过的一个玩笑，只需要$1的滑梯，不免让人有些心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不过大家可别急着心动，如果玩下来不骨折不受伤，已经算是天大的喜讯了。我们先来看一小段他的视频。这是前段时间小伙伴疯狂给我安利的，想让我做，不对，是让我做个视频。如果是这样的滑梯，各位还敢玩吗？这么一趟滑下来，我感觉我的一把老骨头都得散架，这未免也太遭罪了吧。当然，这个巨型滑梯在当地社交媒体确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觉得它惊险刺激，物超所值，但更多的人指责它是脊椎破坏装置。那么，这个让人起飞到摔屁股的巨型滑梯，命运究竟何去何从呢？这个巨型滑梯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的贝尔岛公园。自从1967年面世以来，该滑梯一直是底特律人夏天出游的标配节目。它是个带有波浪形的金属滑梯，大约有15米高，游玩身高必须超过1.2米，随后需要先通过旁边的台阶爬到顶层。此时每位游客只要把自己想象成为一颗土豆，双脚伸进麻袋里面，然后径直从顶端滑下来即可。虽然一层一层的波浪是为了减缓游客下滑的速度，但很显然，大部分游客仍然是以高速滑下来的。然后就是不停的颠簸，不停的摔屁股，在金属滑梯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直到滑行结束。话说，作为旁观者，眼看着一个个麻袋飞下来，有的人则完全腾空，直直的摔在金属上，可想而知身体有多么的痛。果然有许多网友在网上发布了自己游玩的视频，尖叫声和撞击声真的是让人望而却步。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今年的8月，这些视频火出了圈。本来巨型滑梯吸引的大部分都是底特律地区的居民，而现在全世界各地的网友都在议论这个让游客集体起飞的滑梯，有的还想特地去打个卡。有网友称自己是慕名而去的，但到现场后看到前面游客飞起来的样子，还是劝退了，立刻就把票送给了别人。然而这些视频给巨型滑梯带来了非常大的争议，从一开始大家都质疑这个滑梯的安全性，但有一部分口嗨的人竟然还觉得很有趣，砰砰的乱撞声再加上嬉笑声，确实挺讽刺的。面对视频的热议，8月19日，贝尔岛公园的负责人在脸书上宣布，他们将关闭这个巨型滑梯，对速度进行调整后再恢复营业。很快就在8月21日，巨型滑梯重新开放。17岁的泰勒来到了贝尔岛公园，这是他从小就玩的项目，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对于网络上的争议，泰勒起初还觉得很无聊，甚至还有点不理解，所以这次滑梯重新开放，他决定过来支持一下。然而他发现这和小时候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在他游玩过程当中就是一路摔下来的，手机、耳机、眼睛，就连鞋子都丢了。滑到最后，他甚至都快要撞上了围栏。然而像泰勒这样的游客还有很多，他们从滑梯上下来，不约而同地感到头痛、背痛和脚痛，碰到尾椎骨不好的游客更是雪上加霜。有网友戏称，人在上面就像是传送带上的鱼，还有的把滑梯比作高速公路的。总之，玩笑加嘲讽，巨型滑梯又一次面临关闭。据了解，之所以滑行速度过快，是因为滑梯上打了太多的蜡。后来贝尔岛公园解释称，因为每个季度都会重新给滑梯打蜡，所以忽视了蜡太多的情况。现在公园已经安排工作人员时不时的擦拭着滑梯表面，并喷水冲淡，恢复营业。其实他们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在保证安稳的同时，让游客得到冒险刺激的体验。但是想要平稳滑行，身体保持前倾是关键。为此，公园还发布了如何正确滑行的示范视频。On the steel. We don't want you to slip on the slide before you're ready. Then your whole body, as much as you can, into the sack. Wait for, if you have any other riders, wait for the ranger to say go ahead. And then scooch on, but hold on tight. Biggest thing, you just gotta lean forward and stay leaning forward and hold on tight. 看完这个正确示范，工作人员确实是稳稳地滑下去了，仿佛和其他游客玩的是2个不同的项目。相反，有些游客确实像鱼雷一样直挺挺地滑下去，速度只会更快。31岁的阿里也是从小玩着滑梯长大的。回忆起小时候，他表示受伤是常有的事情，自己有好几双鞋子都玩得磨破了。但随着现在巨型滑梯越来越臭名昭著，他已经很久不去玩了，因为他也不想自己被拍下来，然后发布在网上被陌生人议论。其实，在网络上面，除了满天飞的议论之外，巨型滑梯还带火了一首歌。
原来29岁的格马克·卡什以此为灵感，创造了一首名为《巨型滑梯》的歌。在歌词当中，格马克直言不讳：你可以打破你的背，你可以在巨型滑梯上摔断脖子，甚至可以撞到头。$1的旅程就像是从屋顶上跳下来，你可能会在滑梯上打掉一颗牙齿。据了解，格马特是底特律本地人，他喜欢以城市里的热点新闻为灵感进行创作。不过本来不想为滑梯写歌的，但招架不住粉丝的请求。作为本地人，格马克记得小的时候的滑梯并没有这么恐怖，而且是有颜色的，相当亮眼。但现在的巨型滑梯看上去就像是一座生锈的建筑，再加上砰砰砰的撞击声，实在是不太友好。不过再怎么质疑，这个来自底特律的巨型滑梯仍然在运行，并没有永久关停，只不过有的时候会临时关掉几个小时进行调整，再重新开放。网络上的热议对他来说也都不是坏事，起码有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像脊椎破坏装置这样的称号，想必也吸引了不少爱冒险挑战的游客，毕竟黑红也是红嘛。那其实说到巨型滑梯的发展史，就不得不提到明尼苏达州博览会了。这种博览会通常是在8月底到9月初进行的，为期12天，每年约有200万人参加。为了娱乐，参与者可以展示自己的家畜、农产品以及各种机械发明和艺术品之类的。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展会项目越来越琳琅满目。1969年，弗雷德·皮特罗夫在明尼苏达博览会安装了巨型滑梯，没想到深受大家的喜爱，后来就成为了展会上的永久固定项目。从15岁开始，弗雷德就在游乐园的热狗摊上工作。据他每天观察，发现滑梯是相当受欢迎的娱乐设施之一，受众年龄广，维护成本又很低，是个不错的创业项目。于是他就想建造属于自己的滑梯。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他立刻付诸实践。滑梯采用了镀锌钢结构，高15米，长52米，宽9米。游客需要爬100多级台阶到顶端，然后坐在粗麻布制成的垫子上，滑下来仅需要5秒钟。为了找到买家，弗雷德又想到热闹非凡的博览会。1967年，弗雷德参加了在芝加哥举办的博览会，推销了近10座滑梯。果然，这些巨型滑梯不负众望，瞬间在全国走红。据了解，每年都有20万人在博览会上滑行，门票从1969年的25美分一路水涨船高，直到2019年需要2.5美元。其实我觉得，比起底特律的巨型滑梯，博览会上的滑梯相对来说吸引人一些。首先是它的配色，黄色绝对是夏天最清爽的颜色，让人眼前一亮。其次，在滑梯上方挂着麦克风，里面播放着兴奋的尖叫声，氛围感拉满。当然，巨型滑梯刚投入使用的时候，也有过一些受伤的案例，就比如个别游客的脚踝受伤，鞋子卡在滑梯上等等。后来，弗雷德对滑梯进行了调整，大大减少了事故的可能。经过测试，他还发现，到了雨天，潮湿的垫子滑行速度过快，非常危险，所以但凡下雨，滑梯就会暂时关闭。而且当天气转晴之后，工作人员也都会设法将滑梯吹干，避免残留露水和湿气。还有一点倒是和底特律滑梯一样，那就是给它上蜡，保持表面的光滑。在弗雷德的坚持下，这些滑梯每年都会被重新喷砂和上漆。工作人员还会不厌其烦地提醒游客，在滑行时小心肘部摩擦破皮。也许就是这一份热忱与执着，让弗雷德所创造的巨型滑梯声名远扬。据说在50多年的时间里面，有超过900万游客乘坐过此滑梯。明黄色的巨型滑梯已经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就像是某种世代传承，在人们生活当中占据了非常特殊的位置。在博览会上，大家常常可以看到祖父母带着孙辈一起来玩滑梯的温馨场景。这里不用担心起飞，也没有砰砰砰的撞击声，只有欢声笑语。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或许就是弗雷德滑梯能够火半个世纪的原因吧。那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肯定都还记得，美国臭名昭著的骨折乐园，它绝对是美国最危险的乐园之一，安全措施几乎为零。我记得当时在评论区里面有许多小伙伴都分享了自己在游乐园经历的惊险时刻，看得我真的脊背发凉，这完全是在死亡的边缘试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总之，在这样的骨折乐园里面，可不只是起飞这么简单。不夸张的说，有些游乐设施甚至都有点魔幻的感觉。其实惊险刺激的项目虽然充满吸引力，但真的容不得半点马虎。就像是底特律的巨型滑梯，看着简单无害，但实际上反而容易成为安全监管的盲区。长此以往，先不说会不会发生什么重大的意外事故，游客体验感肯定会越来越差，最终还是得凉凉。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镇长，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